最近中国金融圈炸开了锅，中航信托这颗真央企的金字招牌彻底砸了。据说这次爆雷，几百亿的资金池直接蒸发，几千亿的信托产品无法兑付，连国资委的头头脑脑都坐不住了。别看中航信托头顶央企光环，实际上它早就成了某个家族的私家提款机。前董事长姚江涛被抓之前，有人爆料他在看守所里还指使手下谭传荣给中纪委写了封举报信，抖出姚江涛通过三峡能源受贿600万的丑闻。这哪是信托公司啊，分明是权贵敛财的屠宰场。中航信托可不是孤立。放眼望去，中国叫得出名字的信托公司几乎全军覆没。中融信托那会儿爆雷时，大家还以为只是中植系这个假国企在作妖，可如今连中航信托这种真央企都翻车了，连中信信托这种老大哥的资金池产品都传出风声不对。你说这信托业还有救吗？我看是没戏了，富人们投进去的血汗钱，怕是又要被这些金融怪兽吞得连渣都不剩。我翻了翻数据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航信托的信托总资产超过5000亿元，虽然比不上华润信托的2.6万亿和中信信托的2万亿，但也算得上行业中游。可这5000多亿里有多少是窟窿，谁也说不清。中航信托这几年靠着贺公子和谭老板的撑腰，硬是续了几年的命，可如今房地产市场一塌糊涂，底层资产全线崩盘，再怎么续也续不下去了。结果呢？几千亿资金无法兑付，15万高净值客户一夜返贫，这画面想想都让人心酸。如果说中航信托爆雷是捅了马蜂窝，那中航产融退市就是直接把股东推下了悬崖。中航产融主动退市，300亿的盘子说跑就跑，国企背景比玉龙股份还硬，可照样翻车了。这事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一个好端端的央企金融化先锋，怎么就走到退市这一步了？答案很简单，中航信托爆雷的连带效应。中航产融的大股东中航工业玩了一手神操作，净资产明明4.24元，却只肯出3.54元收购小股东的股份，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？股东们真是欲哭无泪，翻本的希望彻底破灭。有网友算了笔账，按这个价格，散户手里的股票直接缩水16%以上，几十亿的市值灰飞烟灭。有人吐槽，别迷信国企和军工内幕消息，都是粪坑。这话糙理不糙，事实摆在眼前，谁还敢不信？更惨的是，中航产融退市只是个开始。下周市场一开盘，受影响最大的肯定是那些跟信托挂钩的公司。想想看，恒大、融创、碧桂园这些地产巨头的债务加起来好几万亿，背后有多少信托公司在撑腰？中航信托这5000多亿的窟窿一爆，牵连的可不只是中航系，整个行业都得跟着抖3抖。我劝大家一句，离这些信托公司远点，碰了就是往火坑里跳。说起中国信托业，曾经也是风光无限。按营业收入划分，行业可以分成4个梯队，平安信托独占鳌头，年营收超100亿，上海信托和建信信托紧随其后，50至100亿，中信信托、兴业信托这些老牌劲旅在10至59亿的第3梯队，而像长安信托、建元信托这种小弟，年营收不到10亿，混得挺惨。再看信托资产规模，2023年底的数据更吓人。华润信托以2.6万亿的资产规模稳坐第一，中信信托2万亿排第二，外贸信托和建信信托也超过1万亿，算是行业头部。中航信托这种5000多亿的体量，虽然不算顶尖，但也够得上中游水准。可如今呢？这些数字漂亮是漂亮，可底下藏了多少雷，谁也不知道。中国信托业就像个纸糊的灯笼，外面金光闪闪，
里面早就烧成灰了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这行业的游戏规则从根儿上就烂透了。信托公司号称是高收益低风险，可你翻开他们的说明书，底层资产要么不写，要么写的云里雾里。除了正信类产品，还能告诉你投了哪个政府项目，其他的都是资产池，听起来高大上，其实就是个黑箱子，钱扔进去，生死全凭天命。举个例子，有些信托公司玩得更绝，他们通过关联公司搞个资管计划，表面上是投 A 股，可实际上银行理财出大头当优先级资金，信托自己当劣后级垫底。赚了钱大家分，亏了钱信托先死，银行理财还能全身而退。你以为信托公司傻吗？不，他们是故意的。因为真正的底层资产被层层包装藏起来了，可能是某个权贵要套现，信托就乖乖抬轿子，股价拉高后人家跑路，留下一地鸡毛，投资人的钱自然血本无归。信托暴雷只是表象，根子还在中国经济这棵大树上。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简直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。恒大欠债 2.4 万亿，碧桂园 1.4 万亿，融创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这些地产巨头的债务窟窿直接把信托公司拖进了深渊。据统计，2023年全国房子断供的数量已经突破500万套，比2022年多了整整1倍。北京、上海这种一线城市还好点，可2、3线城市的楼盘烂尾率高达 30%， 业主们交了首付，房子没见着，贷款还得接着还，真是血泪一把抓。信贷违约更是雪上加霜。2024年，非标资产违约规模达到 1.2 万亿，其中信托占了60%以上。中融信托那会儿爆雷，涉及金额3500亿，中行信托这次更狠，几千亿砸下来，整个市场都懵了。银行、信托、理财公司谁都跑不掉，因为底层资产全绑在房地产上，房子卖不出去，开发商还不上钱，信托就爆雷，恶性循环停不下来。我以前就说过，中国现在压根找不到优质的底层资产。表面上看，理财、基金、信托啥都有，可你穿透下去一看，全是空壳子。唯一安全的就剩国有银行存款和国债，可这俩收益率低得可怜，3%都不到，谁会为了这点收益去买？于是信托公司只能铤而走险，投房地产、投地方债，结果呢？房地产崩了，地方债也还不上了，整个金融体系就像多米诺骨牌，一倒全倒。为啥中国金融业会走到这一步？我看根子还在土壤上。过去几十年，所有人都在赚快钱，赚不到就骗，骗完就跑。创新不存在的，产业升级更是笑话。最牛的骗子和强盗都出自权贵圈子，他们一手遮天，把好公司全挤死了。你看看 A 股5000多家上市公司，能分红的不到一半，能拿出来跟美国苹果、谷歌比的一个都没有。这种环境下，哪来的优质资产？哪来的好公司？再看看美国，人家随便一抓就是优质资产。中国呢？ A 股不敢投，地方债不敢碰，公司债更别提，期货和贵金属又风险太大，操盘手玩不转。找了一圈，你告诉我投啥？最后只能投房地产，可现在房地产这棵大树倒了，压死的可不只是信托公司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。中国金融业这趟浑水已经不是暴雷的问题了，而是全面崩塌的前奏。房子断供潮刹不住车，信贷违约像瘟疫一样蔓延，中行信托、中融信托这种巨头都倒了，散户还能指望啥？我劝大家一句，能跑多快跑多快，别等赌桌上的最后1分钱都被黑心老板卷走，到时候哭都找不到地方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